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惠子，今天就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那些一般系的道馆馆主吧。一、小西。小西是成都地区满金市的道馆馆主，打赢他能拿到标准徽章。他的道馆是成都地区的第3个，但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在游戏中被评为最难的道馆馆主。游戏早期他拿着的大奶罐就是最终进化形态，因此基础能力值很高。除了攻击耐久高之外，还有喝牛奶回血，加上大奶罐会一招迷人，能够让玩家的异性宝可梦陷入着迷状态。要知道御三家的雌雄比是1:7，而大奶罐必定是雌性，因此玩家的御三家被大奶罐吊打是常有的事儿。动画中小西也非常贴合游戏，在无印159集登场。他是个路痴，在自己居住的城市中都能迷路。他的大奶罐也非常的强大，道馆战中一口气击败了小智的皮卡丘、火球鼠和小巨鳄，让小智第1次挑战失败。下一集，小西邀请小智去大奶罐牧场看看。在小智打飞了火箭队之后，小西给了小智第2次挑战机会。这一次，小智巧妙利用牧场的泥地，先让小巨鳄和火球鼠把地形整出沟壑，并且削弱了大奶罐的体力。最后，皮卡丘抓住了大奶罐行动迟缓的破绽，使用10万伏特击败了他。击败他之后，小西就直接给小智徽章啦。2、千里。千里是丰原地区成华道馆馆主，打赢他能拿到天秤徽章。非常有意思的是，游戏中千里是主角的父亲，也就是说千里的孩子是男是女全看玩家怎么选。最开始主角去找千里，千里并不会答应道馆赛，主角必须集齐4枚徽章才能和他挑战。动画中千里是小瑶的父亲，并且和游戏不同的是，他被提到实力强大到可以胜任4天王。在 AG 第3集，小智来到成华道馆想要挑战，千里说规则是3对3，小智不愿意召回老宠，又没有收服新宠，只能和千里来一场对战意思一下。最终千里的过动员将皮卡丘打败。AG 70集中，小智再次向千里发起挑战，这一次他派出了煤炭龟、森林蜥蜴和皮卡丘，一番苦战之后击败了千里的懒人翁、过动员和请假王。他的请假王似乎并不受懒惰特性的影响，非常活跃，蜥蜴王险些败下阵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小胜非常敬佩父亲千里。当小智打赢了千里，他还发了脾气，最终在千里的劝解下，小胜才稍微好受一点，将徽章还给了小智。3、芦荟。芦荟是合众地区七宝市的道馆馆主，打赢他能拿到基础徽章。在 BW15 集，小智和他进行道馆战。第一次，芦荟使用小约克和布少鼠打乱了小智的队伍排布，接着轻松逐个击破了小智的水水塔和暖暖猪。第2次对战，虽然芦荟还是使用一样的战术，但是小智的运气不错，水水塔意外的和布少鼠1换1。接着暖暖猪在对战中学会了蓄能烈焰，才打败了哈约克。4、黑莲。在黑白2版本中，他是惠善道馆的道馆馆主，击败他能拿到基础徽章。动画中，黑莲在 BW 111集登场，此时他才刚刚当上道馆馆主。如果按照游戏时间线，那应该是黑白剧情结束之后，所以牙医没有在动画中登场也算合理。刚当上道馆馆主的黑莲显得有些不自信，在小智等人的帮助下，黑莲的工作才顺利展开，并且在最后和小智进行对战，他的哈约克击败了小智的水水塔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一般系的道馆馆主啦，那么你最喜欢哪一位馆主呢？